大家好，我是 Athena。今天我们一路开车来到了历史底蕴丰厚的瑞士首都伯恩。伯恩位于瑞士的心脏地带，距离瑞士的所有景点都不远，又有许多火车班次和其他大城市相连，是来瑞士自助旅行的理想起点。而伯恩旧城则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，完美的封存了中世纪的气息。据说伯恩这个城市的名称由来是当时他们在命名这个城市时，利用第一个被狩猎到的动物熊来命名。熊的德文叫做 Bären， 伯恩则是叫做 Bern。直到现在，伯恩都还养了3只熊在一个公园里面。只是在我们参访伯恩的那一天，那3只熊都在冬眠。来到了伯恩的旧城区，你的目光一定会被路中间色彩缤纷的喷泉们所吸引。在还没有自来水跟地下管线的时代，这些喷泉可是肩负着供给民生用水的重要任务。其实伯恩早在13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供水系统了，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漂亮雕塑则是在16世纪中叶建造的。当时因为宗教改革的关系，所有的圣人像都被拆掉了，整个城市变得有一点单调乏味的感觉。因此他们决定来放新的雕塑上去，而雕塑的主题则是以会带给人快乐为主，如风笛手等等。接着我们来到了联邦国会大厦，瑞士全国的议员每年会来这边定期开4次会。瑞士是少数实行委员会制的国家，由国会的2院来选出7位联邦委员来治国，并且由其中1位委员来担任象征性的总统。有趣的是，即使瑞士的联邦委员对于国家的发展拥有绝对的影响力，他们却不需要以高规格的车队来移动，甚至可以看到他们搭捷运去上班的身影。国会前的广场每周2和周6会有市集，现在左手边则是有一个溜冰场，后面的那一栋建筑则是国家银行，控制着瑞郎的汇率。而现在在我脚底下的就是他们瑞士银行的金库之一，连核弹都打不穿它哦。真的是很安全可靠。在国会大厦的顶端伫立的是象征独立的赫维蒂亚雕像，而它的左右分别站着象征行政权和立法权的雕塑，而两旁的狮鹫兽雕像则是智慧、勇气、力量的象征，投射着人民对于议会的期许。现在让我们一起穿越国会大厦左边的通道。我们的运气真的是超级好的，遇到能见度超高的一天。因为即使是万里无云的晴天，也有可能因为雾气的关系而看不到远方的阿尔卑斯山山群。有来伯恩的话，记得一定要来这边碰碰运气哦。再往下走，我们来到了拥有600多年历史的伯恩钟塔。这个钟塔的建筑原本是伯恩的第一座西城门，后来因为城市的扩张而失去了防御功能。又在一场大火之后被彻底的烧毁，而在1530年的时候被重建为有着星盘与音乐功能的钟塔。接着我们经过了爱因斯坦的故居，狭义相对论就是在这边诞生的哦。现在画面中的建筑是伯恩教堂。这座教堂有一座100公尺高的钟楼，是整个伯恩最高的建筑。当然，它不是在15世纪刚盖的时候就盖得这么高，而是当其他伯恩的楼房越盖越高时，不甘示弱，在1893年才完成塔楼的建造。教堂大门的上方是宗教改革后唯一被保留的雕塑《最后的审判》。这个作品是欧洲保存最完整的后哥德式雕塑之一，以234件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塑组合而成。中间站着的是正义的化身大天使米迦勒，左侧是身穿白衣的善人，右边则是赤裸裸的恶人。这边是不是有什么看起来怪怪的啊？我们的下一站来到了伯恩玫瑰园。虽然我们来的时候是冬季，所以没有什么花，但这里可是眺望整个伯恩古城以及阿勒河的最佳观景位置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阿勒河的河水超蓝的，这是因为它是冰河融水的关系。大
大家有发现，在伯恩旧城区的路牌会变颜色吗？这是在200多年前被拿破仑征服的时候留下来的痕迹。当时这座城市被上百名的法军占领，但他们大部分人都不识字，所以他们决定用 color code 的方式来标记他们住的道路。一如往常，我们要用美味的一餐来帮今天画下句点。今天我们的晚餐是 fondue，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瑞士起司火锅。一开始觉得是人间美味，但后来觉得实在太腻了，吃不完。我本身其实蛮爱吃 cheese 的，但是这实在是太多了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